昨晚的男模竟然是集团副董事长，我的小说演得不错，我亲爱芷儿。三少，三少，楚总吩咐今晚直接回老宅。他们都叫我楚家三少。20年前，楚震庭为了维护自己在楚家的继承权，逼我母亲伪造我的性别，我就成了楚家第3个儿子，一个不能见光的继承人。李野，晚上8点，博悦酒店给你接风，必须到啊，不醉不归。通知老宅，今晚有安排，明早回去。20年了，这场戏我演够了。这次回来，我要拿回本该属于我和我母亲的一切。你是谁？破男人啊，编的可以啊，安排的还挺周到，质量不错啊。你是不是走错房间了？别装，今晚你是我的。行了，你可以走了。敢说出半个字，你就死定了。不够啊？原来是一个走错了房间的小傻瓜，把我当男模了。走的时候别落下东西，房间自然会有人打扫。切，都出来当男模了，还在这装。我靠！我怎么记得房卡是1212啊？什么破卡、破门、破酒店！都怪我昨晚喝大了。不过他身材也还不错，我也不算亏。三少，今晚集团周年庆，楚董在会所等你。知道了。20年风雨路，感谢诸位同仁，感谢各位合作伙伴。我们楚氏啊，成为华国首屈一指的集团，市值1000亿，这都是你们的功劳。我敬大家一杯。虚伪！既然觉得虚伪，为什么还来参加盛典？看戏啊，看看这出是悲剧还是闹剧。怎么是你啊？今天又是跟哪个姐姐过来的？那你觉得今天这出剧演得怎么样？
满口冠冕堂皇，字字皆是虚伪。不过我觉得，这楚镇廷的虚伪还排不上第一。哦，是吗？有个叫楚地池的，比他还虚伪。那你说说，你口中的楚地池怎么个虚伪法？他是楚家的养子，和楚氏并无血缘关系。表面温文尔雅，实则冷血无情。白天在董事会上签个字，晚上就有人家破人亡。你调查他？我避之不及。借此盛会，我正式宣布，我儿楚离出此归国，今日起，他将出任我们楚氏投资部的副总裁。有请。好吧，没想到有一天我也要站在这儿说着漂亮的谎话。感谢父亲厚爱，漂泊多年，我从未忘记我的根在楚家。初等，三少昨晚酒吧聚会被拍了，画面里一群美女，只有他一位男性。买断照片，处理干净。我希望他的首秀是零瑕疵。更上一层楼的决心。有请集团副董事长楚地池先生上台致辞。他是楚地池？昨晚那个男人是我的小叔？演得不错，我亲爱侄儿。昨晚那个男人是我的小叔？三少，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待着呀？我刚回国就听说了您的大名，果然是比传闻中更加敬老了。过奖，我还有事。急什么嘛？我听说您刚刚接管了投资部，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和您私下深入聊聊。王总，今日不谈公事，想谈明天集团喝下午茶。况且我家小孩刚回国，怕生，就不劳你费心关照了。好吧，楚总，那我们明天约，下次见面就不怕生了。这就应付不来了。昨晚对我不是挺大胆？楚离，你真行！回国第一夜就把天捅了个窟窿，还是以这种以下犯上的社死方式，不知道从这儿跳下去会不会解脱啊？你该不会是在想，从这跳下去，一切会不会重来吧？三少，对我的服务还满意吗？昨天晚上的事情就是个意外，小叔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吧。谁能想到大名鼎鼎、雷厉风行的楚家三少，竟然是个女儿身？昨晚的事情怎么说你也不吃亏啊！再说了，你年纪比我大这么多。是，想想倒是很刺激。楚地池，你要我怎么样才肯替我保密啊？楚地池，你疯了！这里可是楚氏的场子。你的秘密我不会说，但是下次喝酒，
别随便倒在别人怀里。那就是楚家三少啊，好帅啊！是啊，好像刚从海外回来，听说还挺不好惹的。可我听说他私生活非常混乱，归国那天下了飞机有些……别说了，三少过来。哇！好，小丽坐这儿吧。三少刚从海外回来，还适应吗？多谢楚副董关心，还算习惯。这第一天上任，就让一屋子人等着。三少架子可真不小啊！三弟那点海外的投资经验，恐怕撑不起集团项目。别这么说，或许三少天生就是来收拾烂摊子的。哼！听说二哥风流成性，欠下的情债比大哥搞砸的项目还多呀。你好了，人都到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会议。今天会议的议程是裁员优化。首先要裁员我们的投资部，投资部的人员啊比较混乱。小黎，这个就交给你负责了，因为你刚回国，正好跟集团的同事们熟悉熟悉。裁员可是个烫手山芋，三少可要慎重。楚董这安排是不是太仓促了？投资部牵扯到资金、项目、人事等等，三少还年轻，又刚回国，怕是……没问题。很好，既然是集团的副总，就应该担起重担。3日后，我要你的初步方案。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哼。你爹是在给你下马威，如果觉得困难做不到，没有人会笑话。我说过，我会将他一军的。三少，你已经2晚没睡了。裁员名单整理好了吗？根据集团的要求，都筛选出来了。可名单上好多都是跟着楚董干了10几年的老员工了，若直接裁掉，未免太让人心寒了。传出去也有损三少您的名声啊。这些人不是集团的包袱，而是集团的根。可裁员名单是董事会定的，您若改动，越是没人敢动的地方，就越说明那里有问题。10几年前，这些人为了集团拼了命，10几年后就要被优化2个字抹掉。不，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林叔，您是我母亲在公司最信任的人，关于集团的这次战略性优化，你有什么高见吗？这次优化表面是降本增效，实则是清洗老臣。楚家的江山要换血了，我也将会是其中一个。不会的，李叔，你……这事儿你做不了主，也由不得你。关于这次优化，你有什么想法？明面上，我会把裁员改成绩效再造计划。展开说一下。人要动，但不是动那些干了几10年的老骨头，而是动那些藏在咨询费报销单里掏空处事的蛀虫。好，你需要什么支持？只要我这老骨头能使得上劲儿的，我一定帮你。多谢李叔。你这副神情，这副哪怕撞得头破血流也要把墙凿穿的劲头，真像你母亲。出事是我母亲用命换来的，我一定会替她守住。他若是知道你今天这样，不知道该欣慰还是心痛。
黎叔。哦，小李，处世这盘棋，有人下了20年，你现在动的不只是几个住处，你在掀棋盘的第一颗子，也有人正等着用这颗子砸在你这自己的脚上。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你这把刀磨得太亮，有人怕它锋利，有人等着用它见血。好自为之。黎叔，您知道些什么，对不对？我知道的是，你母亲直到最后都希望你远离这一切，可惜棋局已开，执子之人身不由己啊。棋盘，好啊，那不如看看最后被将死的到底是谁。帝池啊，你一个人待在这儿不无聊吗？我在处理工作，不想闲聊。好久不见了，帮我一下。我听前台说你一个人在会所，所以我就过来了。就帮我一下嘛，你就不能对我温柔一点吗？放手，我不想说第二遍。就帮我一下嘛。原来他有女朋友的。楚离，他怎么在这儿？帝池，你要干什么？以后不准再出现在我面前。3天时间，他能搞出什么名堂？罢了，不过是个刚回国的小少女。3天时间到了，你的裁员方案出来了吗？不是裁员，是末位激励制。连裁员2个字都不敢说啊！请看大屏幕，这份名单共有132人，其中70%标记为绩效不达标，但其中60%连续3年完成甚至超额完成 KPI。根据依据，绩效评估均由人事部总监两委进行评分。凡是对楚家2少的项目提出过异议的员工，绩效评估均在最末位。我这都是有数据支撑的。那么请问，宏盛咨询这家公司注册资金100万，是一间出租屋，无员工，无业务。过去2年却以绩效优化为由，由楚氏收走了3000万的资金。杨总监，我想请问，这笔资金又去哪儿了？财务由集团审批，这是在泼脏水。是啊，三弟，现在讨论的是裁员，你扯这些是想转移注意力啊？我正要说呢，我建议取消裁员，每季度末位10%者，2选1，自愿离职拿补偿，或者进入提升计划，加强培训，取消分红。连续3月达标者可留任，连续2次末位者则淘汰。业绩10%者拿走分红，进入核心人才库。既省成本，又激发积极性。是啊，而且能避免大面裁员的负面舆论。那你告诉我，这些从哪来？培训、激励、分红，这些都是钱。当然是从宏盛咨询这类空壳公司中抠回来的。荒谬！我们楚氏这么大的集团，怎么可能做跟下游乙方往回要钱的事儿？就是啊，这说出去啊，都让人笑，又得增加不少公关费用。面子才值几个钱，被空壳公司盗走3000万这件事情才更让人笑，你们说是吗？他是在帮我。池燕，你不是担心会有负面舆论吗？这样，钱要回来以后，以公司的名义捐赠几所希望小学，要钱这件事情就交给楚离，你提出来，没有人愿意为你擦屁股。法务部已冻结款项，审计部已进场，审计结果会证明谁在忠心做事，谁在谋取私利。
处事的根基从来都不是靠财源裁出来的，而是靠人心凝聚起来。若是有人在船底凿洞，船再大，那也是会下沉。杨伟，还有什么话要说？说，我也是听从安排的，所有流程安上那边有签字。胡说八道！再敢乱咬人，求求我告你！他没有胡说，这是宏盛咨询的资金流向，钱从处室流入宏盛咨询，再分批打入梁伟妻子以及二哥私人助理的账户，这难道叫乱咬吗？若是公款被挪，就不是流程疏忽了。我建议立即对宏盛咨询以及其相关账目进行全面审计，同时冻结原公司的裁员名单，暂缓对员工的处理，待考核结果后再择优进行激励计。先保人，再拔刺，我同意。同意，一留人心，又能查账。我同意，末位激励制对外也好交代。多数通过，那我们就按3少的方案试行一季。杨伟，停职配合审计。爸，闭嘴！谁？做得不错，三少，第一个难题就顺利解决了。小叔的支持倒是让我很意外啊。您在这儿等我，不会就是为了特地说这句话吧？那倒没有，我只是提醒一句，处事的水深不是谁都能下。那您呢？在这深水里待这么久，不也一直没上岸？楚镇廷不会让任何人太接近权力，包括你在内。今天你看似干得漂亮，实则触了他的眉头。我说过，我会将他一军。听说你去找了李守华，我需要向小叔报备。小嘴越来越厉害了，看来那晚教得不错。我讨厌车里有烟味儿。走。小野猫脾气还真不小。有事儿说事儿，没事我挂了。我知道有一家不错的酒吧，要不要去坐坐？小叔，你有女朋友了，请注意分寸好吗？死渣男！女朋友？吃醋？我讨厌车里有烟味儿。你有完没完？怎么回事？爸，我以为是推销的，推销。国内的推销电话比较多，你习惯了就好。谁想习惯？明天南郊冷链中心进行临检，你也去啊。三少，这是最新的运营进度和安全评估报告，包括各冷库温控和设备检测。知道了。这个是正式运营前的最后一次联检，地池负责总体统筹，小黎重点看资金与安全预算。是。别紧张，我的好侄儿。我有什么好紧张的？这是核心3号冷库，存放高价值药品试剂，采用最新温控系统。带我去看看。好。这边是药品区，这边是低温试剂区。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的。2位领导就别在这儿受冻了。逃生演练做过几次，如果门从外打不开，怎么处理？这个不好了！救命啊！开门啊！你开门！救命啊！救命啊！我没有！开门！门关上了，门关上了，有人吗？有人吗？所有人迅速靠拢，保持冷静。没错，小心！
怎么不知道躲？我被有人把冷库门锁死了。你别……没事，我比你耐冻。你胡说！你不是要将那个老狐狸一群吗？我可还等着看好戏呢。怎么了？关心我了？你的冻的牙齿打颤了，还嘴硬，别逞强了。不说话不行，不说话会睡着。你没看过电影吗？对了，你喜欢看什么电影？我喜欢看《星球大战》。我看过一部韩国电影，叫做《假如爱有天意》，有机会一起。可我还是喜欢看《星球大战》。好，那就陪你看《星球大战》，那里的大猩猩很厉害。那是人类崛起，星球大战是有光剑的。出去以后，你想干什么，我都陪你。楚总，楚总，来，快进来！楚总，楚总，三少，哎，你都冻成这样了，还不老实躺着？这么着急来探望英雄，准备以身相许？你只是我小叔而已，不必舍身救我。我说过，你的命是我的。你女朋友呢？怎么不来陪你啊？我哪来的女朋友？就是上次会所里的那个女的，和你看起来很亲密。哦，我明白了，不是女朋友，是情人。她是我的合作伙伴，不过确实喜欢。怎么，吃醋了？我有什么好吃醋的？你混蛋！你吃了我的香蕉，帮我剥一个。自己剥。我手抖。这是刚刚调到的系统记录。3号冷库的门，在我们进去不到1分钟内，就变成了强制关闭的状态。同一时间，温度也开始下降，冷冻库的监控也恰巧坏了，记录调查不到。你怀疑有人动手脚？小叔不会单纯的以为是系统问题吧？香肠。香肠。当然。帮我剥个香蕉蟹。好。吃吧你。谢谢。这个人又危险又奇怪。哎呦，真严重啊！哦，楚氏集团南郊冷链中心昨日出现严重安全事故，3号冷库出现温控和门禁失灵，目前已造成2死5伤。楚董，关于本次事故，目前官方口径是3号冷库部分设备例行检修不到位。受伤和死亡的人有多少啊2人死亡，5人冻伤，包括楚总和3少爷。
你派人好好把他盯一下。是。楚董，现在最大的舆情点和网友的关注点有点偏了。三少喜欢的，一群吃瓜看戏的闲人。我们已经在压 CP 话题了，可网友越压越嗨。还有营销号在带楚家三少是同性恋的写作，说他在国外混圈子，回来后和副总关系过于亲密。哎呀，不能再等下去了，马上召开记者发布会，对外统一口径，处事愿意承担责任，并且保护工人的权益，同时推出安全机制。至于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一概不予回复。明白。有人爆料，他曾和某男模出入同一公寓，叔侄关系过于亲密，不排除有家庭伦理问题。同性恋，叔侄恋，真会瞎编。今后你处理你的命是我的，没我的允许，一般王爷带不走。我想他干什么？官方声明上显示的是检修不到位，可是维保记录上却显示3号冷库1周前刚做过全面检查，门禁和温控显示着状态良好，但我们进去不到1分钟，2套系统就全面故障，这也太巧了吧！匿名爆料。谁？谁？开门。是你啊？你不好好在医院待着，来我们家干什么？刷到热搜了吗？没有。现在看看，写的不错，很深情，好像亲眼看到的一样是。谁写的呀？文雅。不喜欢？不喜欢。那可太可惜了，现在全网都在说我们红了。这种红让我恶心。这就是你查到的新的调查结果。刚才有人匿名爆料，你现在成了全网的话题中心，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无限放大。你爸已经很不耐烦，董事会决定让我背锅，做替罪羊。所以你今天来是来替他们做说客，还是说你已经替我想好了怎么死的体面一点？明天集团会召开发布会，将所有事故原因归到运营方身上，并且对于所有的流言一概不回应。调查他的事情暂时先……所以你要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再顺便配合你们上演一出处世情深的戏码。楚地池啊，你还真是传说中的虚伪商人，是我看错你了。你知不知道你走的每一步都在踩别人的雷区？你被人盯得有多紧？那也是我的事情，你没有资格管。从现在开始，公事我会让秘书安排，我会按照流程出席发布会、开会、签字。至于私事，我跟你之间没有私事。出去。你是在跟我划清界限是吗？你是在跟我划清界限是吗？副董说笑了，我只是个员工，何来划清界限一说？好。我代表处事，向遇难者致哀，向伤者及家属致歉。经过初步的调查呢，这次事故是源于合作方的管理失当和设备的检查不合理。既然是发生在我们处事旗下，那就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愿意负责到底。感谢各位到场。对于遇难者家属，我们将提供高于国家标准的补偿；对于伤者，我们将会承担终身医疗。三少，在事故发生时，是副董不顾自身安危，将您护出险境，是否属实？当时现场一片混乱，是工作人员协助众人脱险，楚副董也因此受了伤，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网上对于您性取向的质疑，您是否做出回应？有传闻说您和楚副董关系过于亲密，私人问题不予回答。您身为公众人物，这也会影响到集团的形象。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他怎么来了？副董亲自下场。哦 ，CP 同台，头条有。是，快拍快拍！楚副董来了，楚副董，看这里，快拍下来！我补充一句，你刚才不提问，我们楚氏集团内家庭成员关系似乎不在今日发布会议题。可网上传言，网上还说我和三少有一腿。我特别佩服咱们国内同人圈朋友们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我承认，我和我的侄子长得的确是周正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欢的。更何况在危难之际，长辈保护自己的孩子，有什么问题呢？说的有道理，这么刺激的吗？别动！你疯了！你又不是万难，怕什么？你来这干什么呀？不明显吗？搬家。小叔，我这不是酒店。发布会之后，全城的狗仔都在蹲你。今天上午集团楼下蹲了3台长焦，你一个人住，不安全。我活了20多年，没你不要活得好好的。是吗？那天在冷库如果没有我的话，你恐怕已经重新投胎了吧？那只是个意外。你真以为那是意外？3号冷库温控系统被人蓄意破坏，你之前可查到这一步了？你怎么拿到的？我可是楚地池，楚离，没有我的话，你连集团真实报告都拿不到，你查什么？怎么？你搬进我家就能查到了？至少能让你多活几天。你之前收到匿名邮件，照片模糊，线索就断在了冷链中心前工程师呢。昨天下午，我的人找到了他，就在邻省出租屋改名换姓，账户里多了300万。你找到了？他说什么了？我真不知道会死人呀，就说让我留个后门，制造点小故障。钱是海外账户打的，我都没见过面儿。他已经死，3个小时前，邻省出租屋煤气泄漏。你现在还以为我是来找你过家家的吗？谁干的？不知道，所以我才要搬进来。楚离，无论是你之前提出的审计，还是莫武激励值，已经动了某些人的命根子。他们敢杀一个工程师，就敢动。那你呢？你搬进来就不怕被盯上？我还怕他们不来呢。你搬还是我搬？随便你。喂，冷库事故从施工到运营，所有供应商、经手人、资金流水，包括你父亲签字、跳过招标的那几家公司的所有资料都在这。你从哪拿到的？你不会以为我在楚氏这么多年就只会喝茶看报吧？楚地蛇，你接近我，到底想要什么？我想要真相。我的老师告诉过我，这世上所有的脏事都会留下痕迹，我要找到那些痕迹，把该埋的人埋了。然后呢？然后，我要亲眼看着我的侄子
会找个什么样的男模？干净床单在衣柜的最上层，自己换吧。刘峰，你怎么睡这儿了？等你。怎么回来这么晚？怎么，楚振廷又给你塞烂摊子了？都是小事儿。刘峰离境了？对，晚了一步，他人已经飞往了新加坡，但转机目的地不明。我的人查到，他用一本假护照买了去往缅甸的票，但人没上那班飞机，现在下落不明。灭口了？你什么时候查到这些的？昨天晚上吃完饭以后，顺手的事。装死了。看完签字。哼，还挺正式。虽然你帮过我呢，但是毕竟是合住，我们还是要约法三章的。第一条，彼此不干涉对方的私生活。第二条，公共区域的使用划分。第三条，调查结果仅在工作时间内讨论。楚丽，我们两个人现在是一根绳上的，白天你调查线索，晚上我分析资料，你非要画个3、8线，那绳子一紧，先勒死谁呀？这是我家，我的规矩。好，我签，但我要提醒，想要害你的人可不按你的规矩来。再加一条啊！以后把衣服穿好再出门。啊！如今的三少可没那碗放得开。再放肆，我会让你生不如死的。让我生不如死的方式，其实可以换一种。你别逼我喷你啊！对了，还有一件事，我查到了一个地址。看在咱俩是一条绳上的份上，今天晚上我可以让你去。你先回去休息。要我陪你吗？啊！你确定是这儿？刘峰七弟名下那个报废仓库？那天的冷库门和控温制冷机器我调查过了，那些被调换的零件，这种型号已经不生产了，最后一次流通就是在这儿。B-3-07是3号冷库的备用机组。你看啊，这几个电容明显是后来焊上去的，是3号冷库的本来部件。由此可见，有人提前把这些关键的部位给调换了，而被调换的全都是劣质产品。这么一换，冷库运行时负荷一大，系统必崩。你看，有人！别出声！你说刘峰那个怂包，拿钱的时候痛快，现在躲在国外享福去了，留着咱们擦屁股。哎，这东西好像有人动过，仔细看看。来人了，快走快走快走！等一下，好像人还没走。走了吗？还没有，应该有人还守在上面。他们还没走吗？你个混蛋！
副董，三少，你先进去吧。刚刚技术部发来一则报告，是关于废弃物流区的一个邮件。这个 IP 锁定在城西的一个蓝鲸网咖。出来。是你给我发的邮件，告诉我废弃物流区的地址。我爸叫刘建国，冷库3号库里死的那2个人，有一个就是我爸。你听这个，王公，我真没瞎说，3号库那批新换的传感器不对劲，编号都对不上，我上报给刘柱过了，他让我别多事。哎呀，老李别犯傻呀，这水深，听说上头有人。这是我爸在出事前3天，在工棚里偷偷录的。这东西，你还给别人听过吗？快跑！站住！别跑！好啊，咱们不跑了。再说，说话！走。你知不知道他们今天是会杀人的？我这不是没事吗？楚离，以后不准这样。楚地池，你怎么……好，我知道了。那个男孩已经安顿好了，安全。你先去休息，明天大会千万别迟到。人都齐了。昊天，你把那个新能源的项目停产了吧，把屁股擦干净。爸，我那项目眼看就……你之前表现的不错，哎，给你加担子。这是三弟看不懂啊，爸这是给你建功立业的机会。这项目3年前因地头蛇闹出人命搁置，现在给他，明摆着让他冒险。这项目要交给楚离，不错，集团是没人能用。爸这是器重他，说不定这块硬骨头还真就得三弟这把新刀才砍动。二弟，是不是？这么难的项目交给我一个刚回国的人来干，您是故意想看我出丑，还是想借刀杀人？3年前项目烂尾时，内部有人通敌，现在急着重启，是要查真相，还是想找替罪羊啊？你回来的表现呢是很亮眼，但是那只是内部的事情。你要想做真正的掌舵人，就要学会向外开疆扩土，旧城改造就是你的试炼场。过了，你才有资格做到这里。爸说的对，三弟手段这么多，连集团元老梁伟都被你送进去了，这旧城改造岂不是轻轻松松啊？说不定去了还能跟你那短命的妈一样，在那地方留点什么。楚傲天，我告诉你，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再敢提我妈，杀了！楚傲天，武力，你是否接受？我接。等一下，这个项目在场的各位都清楚谁有多毁，让一个新人去趟这趟浑水，究竟是为了集团利益着想，还是别有用心？这是董事会的决策，我也是董事，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个决策？楚震天，
楚离也是你的孩子，资源集团给的，于情他自己评。这是命令，期限只有半年，成了你就是功臣，如果不成，项永远搁置。你给我滚回国外，散会。清楚啊，打算扛几天啊？上回那个经理可是躺着出去的。规划那块地，处事有合法程序。你们的补偿要求超出标准30倍。标准，老子就是这海市的标准，要么给钱，要么，这带劲的小脸蛋剐了蹭了的，扒了我还。处事穷到连像样的落脚点都租不起啊！小叔，您怎么来了？路过。花盆里放洋葱，你搁这儿装蒜呢？是龙就消停盘子，是虎就老实窝子，这犊子让你装的。给你3天时间，解决不好这些杂鱼，就给我滚回总部写辞呈，别在这给我丢楚家的脸。不整个破玩具还腰上别着，谁呀？你叔啊？送他一句歇后语：蜘蛛侠坐马车。蜘蛛侠坐马车，妈了个彼得！哎，妹儿，咱这样，你钱给足了，哥把这事儿全都给你平了，咋样？李彪，你涉嫌非法经营、暴力胁迫以及3年前伤害案，请跟我们走。你报的警啊？你脑瓜子不有泡吗？这片警察是我大哥，跨区办案，请跟我回城北区接受调查。我跨区？我跨哪个区啊？带走。轻点！哎呀，这轻点，叔叔。哎呀，那个妹儿，咱聊聊呗。我根本没有报警，更没有查到彪哥和3年前的旧案有牵连啊。是他。楚副董，这些建筑完全不合格，这楼要是盖起来就太危险了。哎，快点！黑心开发商，拆迁款没给够就打人强拆，还有天理吗？大家快看呐！赔钱！闹事的人都听好了，只有本地的原住户才可以跟我们沟通解决方案，其他人扰乱公共秩序的，一律依法拘留。快走！楚董啊，你这是被人针对了，你看看，都是外地的。谢谢啊，谢谢。不用谢我，你们楚总啊，跟我是大学同学，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和红头文件，到时候再有人闹事，你就找我，这片啊归我管。好嘞，麻烦您了。那我先走了。哎，垃圾已清，你欠我2个人情。第一，我要那家提供劣质建材的供应商，负责人以商业欺诈被请去喝茶。第二，所有视频照片半个小时内给我清除干净。第三，带头闹事的那2人，我要他们立刻马上被请去该去的地方冷静一些。明白。楚总，我们提交的修改文件被卡住了，资料不全，流程有限，短时间内恐怕没有办法。知道了。果然，少了楚傲天部门经手的环保评估附件，项目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王某，旧城改造是今年重点民生工程，
缺了一点小小的文件，我已经补齐了，手续合法合规，您看看不影响大局吧？这件事确实惠民。你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我做事您放心。不过有人不想让这个项目早点落地，这些人只看到了自己的利益。伯母身体还好吗？我约了这周末陈院长的专家号，要不咱去看看？哎，别跟我来这套啊！医院呢，我们自己会去，放到这里啊，手续齐全，合法合规，我看谁敢卡你。谢谢王伯。楚总，陈科长和刘主任都送回家了，但是礼被退回来了，都说按程序走，流程没1个月下不来。知道了。哎，楚总，还交什么资料啊？文件通过了，你们处事啊真有实力，半天就解决这么麻烦的事儿，身后有大佛呀！啊，恭喜！谢谢领导。楚傲天因严重失误，导致文件一事被停职，主持原因采购审核不力，被记大过，扣全年奖金。24小时内，所有麻烦被扫清，反击精准落到始作俑者头上。楚地址，你到底是多么可怕的人！你怎么在这儿？路过。路过？这是酒店的房间吧？你路过到酒店的房间？你上次不也路过我的房间吗？这是一份原住户的补偿协议，我以个人名义签，钱我付了，你放心推进项目就行。只要项目能顺利推进，我的钱就不会打水漂。所以为了我的钱，你要好好做。所以你现在算是我的债主了？算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帮你？别自作多情了，我只是在清理门户。楚氏集团内部斗得太难看，丢的是整个集团的脸。你只不过是顺手捡了个大便宜。那些地头蛇、劣质建筑、批文，知道太多都对你没好处。有这功夫，不如想想如何短时间内把楼盖起来。下次如果你再露出半分准样，我可不会再路过。所以，为了我的钱，从今天开始，不准生病，不准懈怠，不准出意外，更不准谈恋爱。把心给我放到事业上。知道了。这个男人傲慢又毒舌，却一次次的将我从悬崖拉回来。楚地址，你究竟是谁？是监视我的狱卒，还是保护我的骑士？旧城改造项目的重启，离不开各位的付出与信任。这是楚氏的新章程，更是我们对这座城市的承诺。三弟，可真是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大大的惊喜啊！不过，我听说项目启动前好像出了点小插曲，那些个闹事的地头蛇怎么突然之间就安静了？不会是用了什么非常手段吧？石岩啊，年轻人关心项目是好事儿。怎么我好像记得之前项目卡壳是内部流程出了岔子，有批有问题的材料采购单，签字人是……哎呀，记不清了。不过之前你为什么被罚钱？这些还被罚过？他还说别人呢，自己不在这有戏看了。年轻人做事有冲劲，也有想法，楚离走的都是合法途径。倒是我们这些老家伙不要拖后腿才好啊！三少，上次匆匆一面都没来得及好好跟您交流，现在您可是全城的风云人物了，不知道有没有荣幸邀请您单独喝一杯？我父亲很想和您合作，我也很想和您深入交流一下。
丽娜小姐，第一，我们楚氏集团选择合作伙伴，看的是对方的能力、信誉、资质，不靠裙带关系，更不靠私下喝酒。你误会了，第二，我们彼此之间并不熟悉，不要占用我的私人时间，并且我也没有兴趣和你深入交流。拒绝的还是不够干净，这个王丽娜是不会对你死心的。小叔难道觉得我应该当众让他难堪吗？你给了他希望，又亲手掐灭，不如直接斩断来的干净。不过，勉强及格。今晚的那些恭维话，我一句都没有听，因为我知道，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等着我。哟，总算是长了点脑子。楚离，看着你一个人在台上，面对所有的明枪暗箭，面对酒会骚扰能处理得当，我真的很欣慰。你很像你母亲当年的样子。你已经不是一个躲在谁身后的小女孩，而是能独当一面，保护好自己的楚家三少。他竟然还会夸人，愣着干嘛？好戏还在后头。放心，有我在。你早就知道他们有埋伏。这辆车从3条街外全速出来，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杀了你。他们还真是胆大包天。我会知道是谁的手笔，但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暗处了。那就看看我这根刺，他们除不除得掉。撞你的司机身份是假的，就在刚刚酒驾身亡。尾巴扫得真干净。他们是怕我从旧城项目中挖出点东西。看来是触到核心了。你知道开胃菜做得不错，但不够。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帮我？难道你真的喜欢上我了？睡吧，明天给你答案。这是你想要的答案一部分。这上面是我的母亲，和你。在遇到温清老师之前，我不知道光是什么颜色。他教我知识，给我饭吃，告诉我我脑子不笨，以后能成事。他是我这辈子唯一一个给我希望的人。他在出事之前突然把这个交给我，说有一天如果他发生意外，让我交给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或者是他的女儿。这里面是……我不知道，我也打不开，只有直系血脉才能完全开启。我能打开的只有外层日志和这个，看看吧。若你看到这些，说明我最坏的预感成真了。未来城市核心数据有问题，源头在楚，帮凶在楚，他们想灭口。如果可能，找到小黎，他太单纯，我怕他卷进来，又怕他死得不明不白，真相太早。好好活着。诗文清绝笔，母亲早就知道，她甚至为我们留了后路。所以，你一开始进入楚家，接近我，就是为了找到凶手。楚氏是最好的跳板，也是嫌疑之地。小收这个身份很方便。楚离，我们相遇从来都不是偶遇，我一直都在引导你，保护你，使你变得更强，然后让我们一起把该埋的人埋了。现在你知道我是为什么而来的吗？根据我的情报确认，楚振廷曾参与过未来城市中设计工艺流水的部分，还有一份研究报告，研究的助力就是丽娜的父亲王松仁。我们是时候该去找他会会。线都很多，但都缠在一起，接下来走的每一步都会更危险。你会看到更脏的东西，包括你的父亲。脏就脏吧。从我知道我母亲的死不是意外起，我就没指望过这条水是平静的。真没想到三少约我，上次宴会上的事儿，正想跟您道歉呢。
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丽娜小姐，客套话就不必了。这是份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的主要负责人是您的父亲，我需要和他有个直接沟通的机会，10分钟就好。研究报告嘛，我不懂。不过我这个人胆子小，您上次的气势可把我吓坏了。你想让我怎么做？您喝了这杯酒，咱们从此恩怨两清，好好合作。三少，你还好吗？三少，三少，等我们生米煮成熟饭，我看你还怎么熬。女人，楚离是个女人，这是个天大的把柄。楚副董，三少喝多了，我正准备叫人呢。今晚的事如果说出去万次，你知道后果。独自赴宴，你知不知道今天下药的人如果不是李娜，是其他什么人，你的后果会是什么？我不知道他今天会下药。喂，哪位啊？我是王松仁，以前温清老师的实验室助手。有个东西必须要交给你，明天下午3点，我在清风酒店等你，只能你一个人来。好。楚地池？小黎，是你吗？你都长这么大了。王叔，我是楚离。您有东西要给我？啊，这是温老师出事前悄悄存的。他说，如果出了意外，让我一定交给你。可是当时我害怕，老师一出事，就有人找上门来警告。我当时吓破了胆，就带着东西跑了。一躲就是这么多年，我不是人，我对不起王老师啊。王叔，谢谢您把这个东西交给我。这东西还有其他人知道吗？没有了，我谁也没敢说。这次他们还是找到了我女儿，威胁她。唉，我害怕她出事，所以才联系了你。昨晚是谁派你来的？是楚池渊的助理，他想让我找到不利于楚小姐的证据。楚小姐，楚先生，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王叔，您把您知道的都告诉我，这样我才能更好的寻找当年的真相。未来技术的核心是他带领的团队，攻克了这么多年智慧城市的技术。它不仅是一个商业项目，也是可以改变未来城市面貌的真正品牌。楚振廷想要的是项目本身的名利和垄断后的效益。温老师出事前3个月，让我以自己的名义注册了很多外围专利，这些东西不能落在他们手里。现在物归原主，老师的智慧该由他女儿传承，这也是我赎罪的唯一方式。王叔，这不是赎罪，您完成了我母亲的嘱托，保管好了这些最重要的东西。这些研究，我会让它回到该回的位置。楚小姐，昨晚的事儿对不起，楚池渊的助理握着我以前工作上的把柄，我也没办法，但是我也有他们的把柄。说说看。
这里面有楚池渊通过海外渠道向几个关键媒体人和网络水军头目输送利益的记录，目的就是长期抹黑你。还有旧城项目前期的阻挠，背后有他的暗中操作，他想让项目永远都启动不了。你为什么要帮我？你就不怕楚池渊？怕？怎么不怕？但我更怕一辈子当个提线木偶，没有价值就被丢掉。而你，楚小姐，你敢正面接手这摊烂摊子，我想赌一把，赌你赢，赌跟着你能走一条不一样的路，至少不用昧着良心做事。好，我会送你们去机场，给你们安排一个新的身份。注意安全。知道了。根据丽娜提供的线索，楚池渊会在这儿进行秘密交易。三弟，你在干什么呢？大哥，跑什么？三弟，既然被你发现了，你就不要想走了。放开我！给我弄死他们！小心！我去！小叔，还不快跑！居然让你们跑了！明天我会给你们个大惊喜。没事，他们没追上来，太好了。他们今天没能杀了你，我就怕明天股东大会上也不会放过你。做好准备了吗？我就怕他们明天没有行动。我有一件关于公司声誉的紧急事件，向大家说明。有什么事一会儿再说。等不了一会儿了，这件事关系到我们刚刚立下大功、风头正劲的楚三少。小黎啊，哥本来想给你留点情面，但是为了集团利益，哥我不能不大义灭亲呢。跳梁小丑，我就静静地看着你表演。楚池渊，你这是在干什么？这是股东大会，不是你闹着玩的地方。我可没骗大家，我们楚氏集团堂堂的副总裁、投资部的负责人，对外宣称的三少爷，哼，竟然是一个女人，还是一个用如此不堪的方式伪装的女人。她这简直是对所有股东和合伙人的欺骗。就这样，有什么资格坐在这个位置上？我说行事作风那么怪，原来是个娘们儿假扮的。爸，这要是传了出去，我们楚家的脸往哪搁？去做你想做的，我在这里。现在容我正式自我介绍，我不是楚家三少，从来都不是。我是温情的女儿，楚家真正的千金楚离。看来大哥是想用这个秘密踩我下去，让你继续那些见不得光的事，逼走居民，掏空旧城，把你那些见不得光的生意塞进巷子的边边角角。血口喷人！爸，根据咱们楚家的100年祖训，女子不得参与家族企业经营，不得继承家族核心股份啊！爸，祖训，女子不得经营，不得继承。那么我想请问各位，这些年来，我以楚家三少的身份，为集团规避的风险、获取的利润、谈好的合作，难道都是假的吗？楚池渊，你好像忘了，楚家祖训第12版第3条写的是什么？以上条例最终解释权及修改权为当代持裁决印者所以。裁决印那玩意儿都丢了10几年了，有没有还是另一回事呢。不要拿裁决印来压我。巧了，在我这儿。裁决印拥有最高裁决权，竟然在副董手里。是啊，这玩意儿见过的人寥寥无几。这个裁决印
何时落到了这小子手中？现在我来行使裁决权，即刻起废除祖训中女子不得参与经营、不得继承股份之条例，以能力论资格，以贡献定份额。此裁定即刻生效。楚帝师，你竟然！10年前是你！大哥，我是听了您的教导，要以集团利益为主。我悉听了您的教诲，这楚离的确为公司带来了不少收益，不是吗？而楚池渊副总，我建议成立特别调查组，对于旧城项目中的所有行为进行彻查，在调查结果出来前暂停其一切职务。而楚离是男是女的问题，我认为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真正为集团做事，谁又在背后挖集团的墙角。好了，就让我们结束这场闹剧吧。楚小姐，对于您隐瞒性别20多年，以3少的身份进入集团核心层，是否构成对公众和股东的欺诈？您如何解释这种长期的扮演？首先，更正一点，我始终都是楚离。其次，至于欺诈，我过往经手的每一笔项目，为集团争取的每一份利益，都能经得起最严苛的检验。这与我是男是女无关。楚离，楚离，你隐瞒性别是家事，但是你现在擅自以个人名义召开项目发布会，抛开集团董事会，你是损害集团利益。大哥，您指的损害集团利益，指的是您在负责项目期间与某些势力勾结，故意制造矛盾，使旧城收购陷入僵局的事情吗？你是诽谤！哎，您冷静，您。楚小姐，您是否在指控楚池渊副总损害集团利益？您有更多的证据吗？项目历史遗留问题，集团已成立独立调查组，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任何针对于集团项目负责人和推进项目行为，都将视为对集团利益的挑战。楚副董，您如此力挺楚小姐，是否意味着你们的关系已经超出了普通的叔侄？我们的关系如何，不需要向外界交代。楚离是楚氏集团的人，支持他就是支持楚氏的未来。李总，我说的对吗？真没想到，天天一起开会的人竟然是个女的。你说他的那些业绩，该不会也是用那些手段拿到的吧？下班之前，他们2个亲自去递交离职申请。集团不需要搬弄是非的人。另外，通知下去，从今往后，对于楚离副总裁的称呼必须是李总或者楚离副总裁，我不想听到任何不当的称呼。是。你们2个跟我走。发布会上说的挺欢啊，小叔这么维护他，可真是他养的一条好狗啊！你为了他，为了温清那个贱人，你敢和我爸对着干？楚帝师，你到底还有没有把自己当楚家人？楚家的和你们一样的人，我不信。我算是明白了，你来我楚家就是为了温清那个贱人吧？我妈刚去世不久，她就迫不及待地嫁到我楚家。装着一副清高才女的样子，不就是为了我楚家的钱吗？她就是个小三儿！他们再跟我说一遍，我再说100遍都行啊！听好了，温清就是个小三儿，楚离就是他生出来的小婊子，他们母女俩一个活。哼，这一拳是为温清老师打，你要是再胡说八道，我会让你后悔从那个早死妈肚子里生出。什么东西？楚离的命我要定了！喂，小陈，那边端口全部确认开放，所有通路已确认开放。另外几位关键股东，
私下已给了回复，态度倾向于我方。很好。楚楚妍那边有什么动静吗？半小时前，他名下的2家空壳公司有资金流向境外，但暂时被我们给冻结了。我怀疑他察觉到我们已经要收网了，口气跳墙。证据链的最后一环已经在我手上，他的全部秘密通话记录。喂，小陈，那边端口全部确认开放，所有通路已确认开放。另外几位关键股东私下已给了回复，态度倾向于我方。很好。楚楚妍那边有什么动静吗？半小时前，他名下的2家空壳公司有资金流向境外，但暂时被我们给冻结了。我怀疑他察觉到我们已经要收网了，口气跳墙。他马上就出来了啊！证据链的最后一环已经在我手上，他的全部秘密通话记录。走，打他！楚总，你没事吧？楚总，我在我家门口。给我，使劲给我打呀！让你多管闲事！还不赶紧松手！给我你！楚总，刚得到消息，楚小姐被围殴了。应急小组和我们的医护人员预计2分钟之后到达。人在哪儿？硬盘，硬盘还在，人扣住了，很快就会有结果。你一直在这儿吗？我的私人医生给你检查过了，多处挫伤且有脑震荡，死不了，但够你疼一阵子了。伤害你的人，我会让他付出代价。箱子里有东西，里面是我爸一位老朋友的旧账，里面有昌荣建材和楚氏这5年关联的交易明细，经手人有问题。昌荣之前在未来城市案中，他提供的那批钢筋有问题。你给我好好休息，营长在后头。王永昌那边的舆论已经铺垫好，明天消息放出，昌荣股价就会急剧下跌。至于他背后那几个小股东的联系方式，你的情报网权限给我开得这么大？不是给你权限，而是共享。你的仇也是我的。综上，旧城地块1期与昌荣等3家公司通过关联交易，异常流出资金约3.5个亿。揪住历史的问题和多年的合作伙伴，哼，这就是你回国之后学到的。项目的推进不是靠清算。昌荣是我们集团的老供应商，王永昌是我朋友。正因要推进，才必须要清算。如果朋友是趴在项目上吸血，那这个朋友处事不要也罢。你这是要斩断公司的羽翼？究竟是公司的羽翼，还是您的羽翼？各位是打算继续在旧账里打滚，还是同意实施新的方案，给处事一个干净的开始？新方案思路好，能回应舆论，我支持尝试。历史问题必须履行，新方案可行。认可。认可。多数同意方案革新以及内部清算，即日起，新方案开始执行。我还有会，各位自便。这次董事会做得漂亮。是不是只有变成刺猬，才能不受伤害啊？你可以不是刺猬，可以是老虎，可以是狐狸，但在我们这儿，你就只是处女。楚总，
经过深度分析，确认了这3家空壳公司的资金最终流向了维京群岛的磐石资本，实控人就是楚池渊。无论他的资金节点、夫人出事，还是未来城市的土地转让，都完全吻合。我要的资料呢？在这儿。过去的5年里，楚池渊所有非经营的特批合同、低价协议、跨部门记录，数额不大，合作方不起眼，但是都有磐石资本的影子。去和小陈的资金流做交叉对比，我要一张无可辩驳的网络关系图，秘密进行。好的。采购单给楚离。好的。维京群岛贸易公司一个隐形的股东，是我爸旧情人的弟弟。咨询费经5轮中转，流入到了瑞士一个私人银行账户。受益人是阿荣。那是你母亲生前的私人助理，老师特别信任他。可在老师去世之后，离职去了海外，到现在杳无音讯。这也是他们的手笔。看看这个，在当年老师车祸还有基金经理携款潜逃的混乱下，未来城镇核心地块的实际使用权最终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法论转移到了楚池渊的名下。我爸当年想通过这块地皮换取港口码头的经营权，楚池渊利用他的贪婪收买了阿荣，获取了我母亲的行踪以及核心证据，又利用时机制造车祸，嫁祸给了资金经理。还有最后一块拼图，楚池渊的生母在生完楚傲天1个月以后，便取下了你的母亲。这是楚池渊的心理诊疗记录。这个家里还有干净的人吗？有，你。现在证据链全部闭环，原件、副本、证人、法律文件、资金流向全部齐备。明天发布会，你主控，我侧翼，准备好送他们下地狱了吗？早就准备好了。20年前，我母亲温情是项目的核心，但是她挡了路。这个女人是楚振廷先生的私人助理以及秘密情人，她手中掌握着楚振廷先生为了侵吞资产，默许制造意外车祸的全部证据。振廷说，温清太碍事，他让我找人制造一起交通意外，干净点，事后给了我800万，送我出国。但真正的毒蛇是我大哥楚池渊，他提供资源，设计洗钱线路，并在此后的20年以此为把柄，不断的侵吞资产，把楚氏变为了洗钱走私的遮羞布。哎呦，警察来了，真要把他抓走啊！哎呦，这可是楚氏家丑。楚振廷、楚池渊涉嫌经济犯罪、洗钱及协同谋杀，现在回去配合我们调查。苏总，这些都是真的？没错，准备了几年，现在为持股比例，董事会副总裁名义提议罢免楚振廷一切职务，并追究其子楚池渊刑事责任，启动程序追缴所有非法境外转移财产。举手投票吧。真相已经大白。根据董事会的最新决议以及股权的单一结构，我已成为集团的最大原始股东。但是董事长的位置需要的不仅仅是大股东的身份，更需要一个冷静的头脑、最硬的手腕，在废墟之中重建秩序，在风暴过后引领航向。我认为楚地池先生是这个位置的不二之选。什么？他要放弃唾手可得的最高权位？我接受提名，并承诺将带领全新的董事会成员，让楚氏回归正轨，恢复清白荣耀。而楚离小姐也亲自出任新成立的未来城市首席执行官，她将用她的智慧去真正践行温清女士的遗志。我坐镇中枢，稳住大局；我奔赴前线，开拓新的疆土。
DNA 亲子血缘鉴定，你和我之间是99%的血缘关系。当年为了让楚振廷相信我这个弟弟是真的，但从头到尾都是假的。我和楚家和你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现在我们之间没有叔侄，也没有枷锁。楚离，你只是我的女人。